若干年后，中国和日本可不可能成为最铁的盟友呢？为什么？我直接告诉你，绝无可能。只要我活一天，兄弟们，想多了，你根本没懂中国对日本的制衡逻辑。日本是个前居后恭的国家，他妈的骗了中国太多次了，从唐朝一直骗到现在，这个王八羔子，以至于中国已经完全不会再考虑对其友好了，只想趁其不备，令其永世不得超生，打入88层地狱。在岛链的其他地方，中国当然是希望美军离中国越远越好，但是在日本不是，中国宁可允许美国继续派兵震慑日本，宁可允许五常共同监督波茨坦公告继续下去，也绝不会允许日本搞什么正常化，因为这样可以尽最大的可能确保日本不会再次踏入军国主义。在镇压日本的问题上，美国甚至可以成为中国的合作对象，而不是如某些人倒反天罡般突发奇想，企图借日本之力来对付美国。日本在地缘上就注定了永远是对于中国最凶险的敌人。近来官方的口径中也从来没有任何推动日本正常化来联合对抗美国之类的描述，也从没有任何基于泛亚史观的宣传，而是反复督促其遵守波茨坦公告。与此相对的是，我们打出了这里的琉球牌。为什么要打琉球牌？就是因为这一季可以同时针对日本和美国，当然主要还是针对日本。即使美军失去了琉球，他们还可以在关岛驻防，但是日本它失去了琉球，就代表着他们明治维新以来全部的扩张将会彻底的沦为泡影。当然，根据波茨坦的公告，本该如此。即使是现在中美关系依旧比中日关系要好，在民间的统战工作中，对日本的抨击也是永远要比美国的要多。对于全世界来说，日本最好的结局就是按中美俄英法五常联合驻军，并禁止其对世界上任何一国的仇恨教育，否则都会引燃军国主义的鬼火，从而招致最大的反噬。在二战的太平洋战场中，美国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对战事的推进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没有否认东大的贡献，两者是缺一不可。中国对于日本对美国造成的苦难是感同身受的，比如这里的珍珠港。正是因为如此，于情于理来说，中国也认可美国有无可辩驳的与日本驻军的权利。毕竟美国驻军日本并非对无辜者的压迫，日本是罪有应得。妄图推动日本撬动波茨坦公告以求其正常化，是对自身苦难史的虚无，也是对历史的背叛。东大真正想做的是重申五常对日本的共同驻军权，即使想要进一步驱除美军，也一定是自己直接跟着美国商量，也绝不会考虑或发动日本国内的民意，那样很容易引起军国主义的回旋飘。说的直白点，就是日本问题完全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延伸，完全由中美两国说了算，与日本自己的民意和态度无关。他们内部的想法是必须要被封印的，这点中美都认同。即使将来日本只由中国驻军，也绝非友好或盟友关系。所谓的中日韩合作、大中华共同体、联合抗美等词汇，都是基于泛亚思想的延伸。它最本质的问题是搞错了优先级。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中国对日本的警惕性永远要高于美国，别不信。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中日的关系是最低级的层面，比对美还要低。俗话说，异端比异教徒更可怕。美国是异教徒，而日本就是这个异端。中美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缘互补的，只要美国能够接受中国的崛起，放弃从东亚割韭菜，中美分管东西太平洋，大家都会过得很 happy。而日本则不同，中日地缘完全是零和的博弈，你强大的时候他就讨好你，你弱的时候他就立刻翻脸。此患不除，东南沿海还会一直受到潜在的威胁。泛亚思想这个东西已经被日本人搞臭了，臭到以至于很多人只要一听到中日韩合作，就会内心深处本能性的感到反感。